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扭转乾坤，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，阅股无数，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，就从这里开始。上一支影片，小编我为大家盘点了2022下半年我们分享过的几家 IPO 上市公司，而他们上市后的股价表现也非常的强劲。此外，小编我也传授了大家筛选潜力 IPO 的秘诀，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。那今天小编我将会来为大家跟进一家之前我们在2022年12月分享过的一家公司 eFrame， 而当初影片发布时股价也只有 82.5 仙，而目前的股价也上涨到了99仙，加上之前 eFrame 也以2送1的方式派送红股凭单，而凭单价格也有 48.5 仙，也意味着手上持有着的每股 eFrame 股票价值将高达1令吉23仙，也就是到目前高达 49% 的赚幅。那小编我也在上一支 eFrame 影片当中也有提到一些他们未来扩张计划的天机，而这些扩张计划至今有了怎么样的进展呢？今天这一支影片，小编我将会来带大家一探究竟。那开始前，喜欢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、点赞，并把这一支影片分享出去哦。想要加入我们的朋友们，可以查看影片下方，就在这里加入我们，为你们实时更新。那首先，我们必须先为大家跟进 eFrame 最新的业绩报告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上个季度创下佳绩之后 ，eFrame 的收入是有持续增长的，在2023年第一季度斩获了 16.9 个 million 的收入，也是历史新高，表现也比去年同期增长 27%， 按季则是获得了 3% 的增长。那他们在业绩报告中表示，收入的增长主要是受到金属门框销售订单的推动，那收入我们可以看到是成长的，但是这个季度反观盈利方面则是有所下滑，只获得 2.3 个 million 的盈利，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了 12%， 按季的话更是下滑了 21%， 那是不是代表公司有问题了呢？凡事不要慌，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。那这一个季度盈利的下滑，主要是因为这一个季度原材料以及营运成本的增加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 eFrame 的原材料都是采取 first in first out 的库存管理方式，而这一个季度 eFrame 的原材料刚好采购在顶峰的价格。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像是钢铁价格已经缓和，因此相信接下来的季度 eFrame 原材料成本的问题将获得改善，并因而恢复接下来季度的盈利表现。那接下来资产方面 eFrame 是依然保持着净现金的状态，计算入短期存款的话 eFrame 手上是一共持有着大约26个 million 的现金，而他们的贷款也只有仅仅的40多万令吉。此外，截至这一个季度 eFrame 的现金流只流出了 18.2 万，主要都用来购买资产、厂房和设备，而导致小幅的现金流出。不过对于拥有强劲现金储备以及持续盈利表现的 eFrame 来说，这点小钱不算什么。那既然提到了资产购买，我们当然就要进入今天这支影片的主题了，那就是 eFrame 在今年1月17日时就宣布将斥资总共1820万令吉收购利眼用 Aluminium 65% 的股权以及 TransUnited 100% 的股权，这也是 eFrame 自2020年上市以来首次的收购案。那根据文告 eFrame 将会以1720万令吉来收购制造铝窗和玻璃产品的利眼用 Aluminium， 以扩展他们现有的业务。那其中810万令吉将以现金支付，而剩余的910万令吉款项则会通过发行1046万价格为87仙的新股给予卖家。因此在完成收购后，卖家也将会持有 eFrame 公司的 3.128% 股权。至于 TransUnited， eFrame 则将会以100万令吉现金来收购。那我们就先说说配角 TransUnited。那 eFrame 通过 TransUnited 的收购案，将会得到 TransUnited 在吉兰丹本嘎兰切巴工业区的3189平方公尺的工业用地，并包括了3层楼办公室和厂房。同时这一块工业地区目前也将租给利眼用 Aluminium 作为营运场所。那接下来到主角登场，也就是利眼用 Aluminium。那 eFrame 收购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首先就得先来介绍利眼用 Aluminium 的公司背景。他们主要的业务是为住宅和商务、建筑制造以
及安装各种铝制以及玻璃制品，像是铝窗、玻璃门、铝制遮阳棚等，种类非常繁多。说到这里，可能你以为他们只是一家小小的铝厂吗？那么你就错了。利眼用 Aluminium 是参与过许多大型项目，其中更是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获得了不少的政府项目，像是 PPAM 房屋计划、政府大学等等，因此他们的实力可见不简单。那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一个领域累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以及技术，能够为高楼建筑制造以及提供每一个所需要用到的铝制品，并客制化，以便满足不同的建筑规格。此外，利眼用 Aluminium 更是大马东海岸之中唯一拥有着 CNC 机械的铝厂，而且他们也是一家拥有 G5 执照的承包商，能够投标价值不超过500万的项目。因此，通过这一项收购活动后， E-Frame 不仅能够扩大目前产品组合之外，同时也能通过利眼用 Aluminium 把公司目前的业务打入吉兰丹以及其他东海岸地区的市场，甚至也可以互惠互利，通过自己的客户群以交叉销售各自的产品，提升彼此的收入。尤其是 E-Frame 的客户个个都来头不小，像是 Masing、IJM、Sime Darby 等等，而利眼用 Aluminium 的产品组合更是与 E-Frame 目前的窗门框有很强的关联性，因此在能够提供更强大以及更便利的产品组合之下，相信 E-Frame 能够轻易的从现有的客户群为利眼用 Aluminium 获取新订单，而 E-Frame 目标则是在这1年内通过现有的客户群为利眼用 Aluminium 获取至少80个 million 的订单。接下来值得一提的是，通过这一项收购， E-Frame 也另外将从利眼用 Aluminium 那里获得为期3年，也就是每年不少过4 million 或总值12 million 的盈利担保。因此大家可以期待 E-Frame 收购后的业绩表现。而这里大家其实可以自己做个简单的计算，保守估计80 million 订单有18% 的盈利率的话，再加上4个 million 的盈利担保，利眼用 Aluminium 每年可以贡献 E-Frame 大约12 million 的盈利。而目前2022财政年 E-Frame 的盈利是11.2个 million， 也就是假设接下来的财年盈利保持一样的话， E-Frame 的盈利也能获得翻倍增长。不过由于这一项收购预计将在4月才正式完成，因此预计将在第3季度才会开始反映利眼用 Aluminium 的贡献。那我们用推算出来的盈利来计算 Forward PE， 我们保守估计收购了利眼用 Aluminium 之后， E-Frame 的 Forward PE 也只有14倍。对于一家积极扩张的公司来说，14倍并不算是一个高估的价值。而且为什么说他们积极扩张呢？那请留守到影片的最后。那在进入总结之前，在这里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，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，想要开设投资户口，并享有 0.05% 最低水钱，而且享有每年 2.35% 利息回抽的投资户口和良好服务的话，可以在这一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哦。这样一来也就能节约投资成本，赢在起跑线。那回到来总结，小编我在 E-Frame 上一支影片当中已经稍微透露了关于他们扩张的一些天机，而影片发布后的2个月不到，我们也见证了 E-Frame 这一次的收购案。但是你以为就只有这样吗？这纯粹只是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只能说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那接下来可能或许应该还有更多的动作，那这里只能说之后的剧情将会更精彩。期待的朋友们请在影片的留言区打上1，并留下您的高见哦。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，有些故事用于赞颂，有些用于警戒，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，请大家三思而后行。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，下期更精彩，请敬请期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